瓦格纳集团停止招收罪犯，是死伤殆尽，还是俄军已走出低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近日，在乌克兰战场上威风八面的俄罗斯私人武装集团瓦格纳发布了一则重要信息：该集团已经停止招募囚犯在乌克兰作战。路透社也证实，瓦格纳在去年8月到11月间共招募了2万多名重罪犯，但是到了2023年1月份，俄罗斯监狱里的罪犯没有出现减少的情况。美国情报部门认为，瓦格纳在乌克兰共部署有超过4万名具有犯罪记录的士兵，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俄罗斯国内的重罪犯。俄乌冲突是一场残酷的消耗战，俄罗斯方面利用瓦格纳雇佣军在包括巴赫穆特等地参与军事行动，原本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因为雇佣兵要么是为钱而战，要么是为了脱罪而战，这些人的死伤不会带来严重的社会负面后果。但是瓦格纳的士兵来源有限，过去主要是依赖一些从俄军退役下来的有作战经验的军人。吸引这些人参战的条件是每年大约150万人民币的报酬。退伍军人虽然好用，但是作战环境风险度极高，比如像乌克兰这样的战场，有命换钱，没命花，真正有兴趣的人也不会太多。在这种情况下，瓦格纳集团在大规模扩编时就盯上了一些重罪犯。现在的问题是，既然使用瓦格纳雇佣兵对俄罗斯而言是比较合理的选择，那么瓦格纳又为何突然终止从监狱招募囚犯了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首先，重罪犯资源可能已经耗尽，由于俄乌冲突战线非常长，而瓦格纳要承担的作战任务又多是进攻性任务，需要完成攻占乌克兰阵地的绩效考核指标，所以囚犯在战场上的死伤比例应该是较高的。囚犯并不等于具备良好的作战经验，除重罪犯以外，普通的囚犯不一定有兴趣参加瓦格纳雇佣军，而一个国家的重罪犯人的人数是相对有限的，所以一旦出现重罪犯资源耗尽的情况，也就缺少了可以被动员的对象。其次，通过战争脱罪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使用囚犯参战在历史上并不罕见，比如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有很多军队是由囚犯组成的。但是现在可是法治社会，一些杀人犯通过在乌克兰几个月的作战就能脱罪，这些人回归俄罗斯社会以后，必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以这么说，瓦格纳利用重罪犯参加军事行动，重罪犯则利用雇佣兵的身份脱罪，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俄罗斯法律的公正性，会影响到俄罗斯社会的安定。这样的人员规模必须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第三，目前还存在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瓦格纳集团在战场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因为俄军在去年紧急动员30万人以后，在局部战场上已经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瓦格纳雇佣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进攻巴赫穆特的主力，严重地消耗了乌军的作战资源。现在乌克兰方面已经确认，俄军集结了大规模的作战部队，准备展开春季攻势。如果这是真的，瓦格纳的历史地位就会发生改变。未来他们有可能不再是乌克兰战场上的主角。对于俄罗斯而言，让一支雇佣兵部队成为在乌克兰作战的主力，这对整个国家的形象也是不利的。此外，西方正在利用瓦格纳的行为来抹黑俄罗斯的形象，普京也有意降低雇佣兵的使用比例。美国政府已经在1月26日把瓦格纳集团列为跨国犯罪组织，未来要打击该集团在乌克兰、中非共和国和马里等国的活动。而英国呢，也计划将瓦格纳集团列为恐怖组织。所以俄罗斯军队利用瓦格纳在乌克兰作战，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在瓦格纳集团的老板承认已经停止从监狱招募罪犯，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俄罗斯军队正在走出低谷。
或许对俄罗斯而言，这是更为有利的一个结果。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